青天上有无根日，持光暂明还复黑。人生满百事起多，樽中有酒且高歌。云平城那天下过暴雨，天空仍灰蒙蒙的，直到傍晚乌云仍未散去，似是酝酿着另一场龙怒。再过几日便是七夕，勾栏院晚上酒客，寻芳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老板赶紧指使9岁的孟瑶去将门前的湿地给擦了。面容清秀的孩童端着木盆和抹布，乖乖跪在门槛前抹地。他身材瘦小，一名从院里端着脏水出门的杂役没留神踢到他，污水泼了他一身。杂役骂了一声，让他自己收拾好，趾高气昂地走了。孟瑶暗自叹了口气，无视身上单薄而湿透的粗布外衣，先将一地脏水清理好，又将门面整了整，才端着一应工具绕开大门，自后门进入勾栏院的内院。内院是勾栏院里营生的人的居住区，院里的妓子和杂役都是打了卖身契的，故都住在内院的各间厢房中，生活作息日夜颠倒。妓子一般未时才起，梳妆打扮，等黄昏时勾栏院开张做生意，才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到前厅去。孟瑶年纪小，没有自己的屋子，而是睡在母亲孟氏厢房的外间，用一扇屏风隔开百张小榻凑合。他推门进入厢房时，孟氏刚刚起身，正坐在铜镜前梳妆，见他一身狼狈，转身道：小瑶，淋雨了。孟氏晚一些便要去迎客，孟瑶不欲影响他情绪，便点点头，弯身打开衣箱，取出替换的衣服，背对孟氏脱下上衣，取干净的布巾擦拭身上的水。此时便听见孟氏发出一声疑惑的声音。孟瑶侧过头：母亲，怎么了？孟氏迟疑地站起来走向他，仔仔细细地看过他的脊背，才说：小瑶，你身上有字。女子的声音很激动，按着孩童肩膀的手在颤抖。孟瑶仰起头，用一双黑白分明的无辜眼眸望着他。母亲，什么字？孟氏却欣喜地说：小瑶，你果然是出人头地的命，你一定会有贵人相助。他拉着孩童站到铜镜前，涂着扣丹的指甲从孟瑶后背脊柱的位置划过，欣慰地念出那个句子：在兰陵金氏能取得一席之地，获得父亲的认可。孟氏将他身上的字视为他拥有修仙高贵血统的证据，深信儿子从未见过的父亲必定有一天会以华丽车驾与贵重聘礼来赎出他们母子，从此过上好日子。孟氏散尽这些年攒起的银钱，给孟瑶买仙家典籍、武功心法，甚至手把手教他写字，找夫子教导他礼乐射御、书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孩子身上。然而他去私塾没多久，便遭遇同儕排挤与白眼，无一不是嘲弄他的出身和痴心妄想。由于许多学子拒绝与娼妓之子一起上课，最后夫子只得请他自己退学，免得影响其他学生。一直到孟瑶14岁，被一名迁怒的嫖客踹下楼梯时，他仍在勾栏院里挣扎，仿佛泥里打滚似的夹缝求生。那时他便想，待在这里等贵人来救是不对的，但是他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在兰陵金氏取得一席之地，获得父亲的认可。难以成眠的夜里，他反反复复地念诵这句话，仿佛将它当成护身符一般，才能够慢慢睡去。孟氏病故后，他带着父亲给母亲的信物前往金陵台，被兰陵金氏门人再次踹下楼，突然领悟，这世道没有凭空得来的好处，只有自己争来的才能牢牢握在手里。他离开了兰陵，在治安较佳的清河一带找了间药铺当伙计，帮老板算账写药单，换食宿，赚些铜钱以维持生计。然后他在夜里救了一名谪仙般的白衣男子，那名男子相貌是他从未见过的俊雅毅力，昏迷在他常去洗衣的溪边，全身染血，最严重的是右脚踝处深可见骨的伤口，仿佛被利刃狠狠斩了一刀。但在这样的困境下，男子仍然紧紧抱着佩剑，形状美好的眉宇深深蹙起，却遮掩不住那份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升天的坚毅。
孟瑶在他的脸上看见跟自己的坚持相同的情绪，心脏砰砰狂跳。于是他趁着夜色，奋力将身量远高于他的男子带回，藏匿在自己借宿的药铺后边小院。男子因肌腱几乎被斩断而无法行走，孟瑶便用自己在药房学得的手法替他疗伤，给他弄来食物，足足半个月。他看得出那名俊逸男子是修仙门派的人，本不敢多问，但那人性子极为温和，养伤期间经常与他说话，谈一些仙门世家目前的困境以及岐山温氏的不当作为。孟瑶于是知晓他叫蓝曦臣，从姑苏带着家里的典籍外逃避祸。虽说典籍贵重，但对于非禁忌类的书籍，蓝曦臣竟也毫不吝啬地借给他看，询问他以后想做些什么事。或许是因为蓝曦臣对他态度太友善，这是孟瑶从未受过的礼遇。在一次他准备好午饭从外头回来时，见到蓝曦臣穿着尺寸过小的粗布麻衣，踩着借来的木屐蹲在井边，有些尴尬地面对一盆洗到一半的白衣时，孟瑶终于对他放下心防。仙师，你把衣服给搓破了。孟瑶过去接手那盆衣服，略微翻动，便看见那内里绣着繁复符文的外袍，肩膀绽开了一条大大的口子，顿时哭笑不得。蓝曦臣困扰地笑了起来。那天午后，两人坐在院子的门廊前，对着晾晒在竹竿上迎风飘动的破烂白衣，边笑边吃了午饭。然后他对蓝曦臣坦诚自己的身世、母亲的期望，以及想要在兰陵金氏取得一席之地，获得父亲的认可。蓝曦臣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诚道：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隔天他给蓝曦臣缝补那件校服时，蓝曦臣告诉他，清河聂家的当家为人正派，不如投奔聂家，争取出头的机会。蓝曦臣离开后不久，他听闻知名修仙世家聂氏起兵反抗岐山温氏暴虐，便向药铺老板辞行，加入清河军。一直到此时，孟瑶都不晓得自己身上的字迹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而字的位置在背心处靠近脊椎，连反手去摸都难以触及的地方，自己也只能透过镜子勉强看到模糊的痕迹。只是那句子的内容却已经成为他心里最强固的愿望。河间地区是射日之争里冲突最多、战况也最激烈的区域。这一战，岐山温氏放出近百妖兽投入战场，清河聂家的修士虽是险胜，却也战得满身血腥和尘土。清晨时总算清理完战场，聂明觉领着一众亲兵到西边洗沐。孟瑶与多数修士并不熟悉，他也满身血气，不得不洗，只好站得离聂明觉近些。聂明觉半身浸在水里，随口道：孟瑶，给我个皂荚。好的。少年转过身去够那个浮在水面的木盆，然后他听见聂明觉发出疑问的喉音，便说：孟瑶，你背上有字。聂明觉下意识将那句子念出口，随即笑了一声，赞道：这字倒是挺好，很上进，很好。可这字迹苍劲端雅，墨色浓重，显然是见过的。孟瑶将皂荚递给他，微微笑道：我小时候就有了，也不知是何缘故。你不晓得这字何意？聂明觉诧异，随即语气一顿，又说：也是，身上有灵履之字的人本来就稀少。灵履？孟瑶不解地问。于是聂明觉告诉他关于灵履的传闻，以及若你的灵履说出了这字，身上的字便会消失。由于聂家人身上无字，聂明觉也不是什么风雅之士，更不懂得谈那些江湖世家灵履的缥缈故事。这件事情对于孟瑶而言，仿佛只是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由于附近洗沐的修士不少，聂明觉关注孟瑶身上有字的事，不免引人侧目。然此事私密，孟瑶只得无奈道：现在战况不稳，聂宗主，此事先搁下不提。但是他的母亲以及赏识他的聂明觉都念出了那段句子，而身上的字并未消失，那表示自己还没有遇见命定的灵履吗？偶尔深夜时，他在桌上摆着一面铜镜，手里举着另一面镜子，透过双面映照，勉强看着那段笔直的字迹。聂明觉说：字很好，
意思更上进。那表示他的领旅看好他的前途，虽然不知领旅是何人，但他愿意做任何事来达成这份期望。几日后，清河聂家军与岐山温家军战于河间，不久，蓝曦臣前来河间，借聂家的营地中转休整。孟瑶与蓝曦臣在大厅碰了面，彼此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蓝曦臣深琥珀色的温柔眼眸里尽是鼓励的意味。聂明觉与他们谈话闲聊中，蓝曦臣对孟瑶道：“不必如此拘谨。我记得你对我说过，希望在兰陵金氏能取得一席之地，获得父亲的认可。现在你已在明觉兄旗下有了立足之地和可供施展的天地，此望是否依旧？”原来如此，是蓝曦臣啊！金光瑶心想，这样真好。在漫长的停顿后，他说：“依旧。”然而关于自己领旅那份心中隐约的期盼，骤然淹没在聂明觉撞见他杀死欺凌自己的本家修士，并伪装成与温狗战死的现场。他那时候想，反正已经无路可走，那便更激烈一点吧。他找上金光善，并投身岐山温室做了门客。孟瑶觉得自己还真的是一个为了理想能不择手段的人。他虽然修为算不得高绝，却博闻强记，儿时从私塾书架上看过的四书五经、市井书寺里的怪力乱神，到蓝曦臣借阅的修仙典籍，以及清河聂氏收藏的兵家战册，只要他翻过，便在脑中刻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忘。温若寒要玩什么拷问刑法，出谋策划，孟瑶俱能提出妥善意见，很快受了提拔，他成了温若寒身边的红人。真正的问题是，他所做的一切杀戮和不义，距离他迈向兰陵金氏权位的理想，是不是愈来愈远？还是反正金光善也不是什么手段清白的人，唯有成为一丘之貉，甚至手段比金光善更加狠厉，才能取得高位。等到他终于上位的时候，所谓的理想和他自己都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救援重伤蓝曦臣的那名少年已经慢慢湮灭于世。他一想到这点，关于领旅的事情便无论如何都无法对蓝曦臣说出口。后来蓝曦臣帮他挡了聂明觉的刀，第二次蓝曦臣对他说：“阿瑶，二哥相信你这么做是有苦衷的。”他被踹下金陵台第三次，这一切坚定了他排除聂明觉的决心。他不愿意辜负蓝曦臣对他的期许，可是他没有强大的天赋，没有才能，没有高贵的血统，所以他只能机关算尽，杀光阻碍他前路的人。二哥，你对我的期许要用许多人的鲜血来铺就，你晓得吗？而被领旅说出口的字，现在看来，说不定只是蓝曦臣受到自己的执念影响所说的话。那不是他的领旅对他的盼望，而是他内心阴郁心魔的具体模样。参加完聂明觉的葬礼后，金光瑶回到金陵台，在后花园里定定望着一丛灿烂如阳却纯粹若雪的牡丹，喃喃自语道：“可惜有些事，如果你知道了，还能把我当兄弟吗？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金光瑶心想，何况我根本不后悔。做尽坏事的不一定是恶人，做尽好事的也不一定出于善心。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反正他已经达成母亲的愿望，坐上金氏宗主大位。这样就好了吧？蓝忘机幼时，因故发现自己身上有字，而蓝曦臣劝他不要对此抱持太大期望，并说：“我的也不好。”蓝曦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蓝忘机才10岁，还没有成熟到能读懂兄长面上一闪而逝的难以言说。那种不明白随着时间过去，沉淀在家乡姑苏的峰峦如炬，直到魏无羡与他追寻鬼手之谜，最终指向了幕后黑手。当事先督金光瑶，他才从蓝曦臣带着痛楚的目光中明白了。如果早已预料注定悲剧的结局，你还会走上这条路吗？蓝曦臣不算是听天由命，而是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扭转注定，最后被残酷的天道狠狠甩了一个巴掌。射日之争那段日子，孟瑶离开了聂明觉的军队，前往岐山做卧底。蓝曦臣偶尔与聂明觉提到孟瑶的事，
却从聂明觉不懂得掩饰情绪的欲言又止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他不敢问出口，连试探都不愿意。他相信自己以最真诚友好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希望命运不要往他设下的方向走。在一次拿错饮品的意外中，蓝曦臣喝醉了。魏无羡那时刚被江宗主领回云梦莲花坞，蓝忘机才从10多里外的莲塘摘回带金的莲蓬。蓝忘机酒醒得早一些，顶着叔父愠怒的目光，他扶着兄长回房。蓝曦臣的衣服乱了，中衣敞开，于是他看见蓝曦臣身上的字，在胸膛位于左边肺脏的位置，字迹骨秀莹莹，字体也不大，乍一看像是女子在丝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情诗，宛如闺房中私密的絮语。字确实不好。蓝忘机思忖，兄长会对此绝望吗？很多年后，在云平城的观音庙，那时金光瑶的胸口被朔月锐利的剑尖透体而过，却不住怒极而笑，用嘶哑的声音对蓝曦臣咆哮：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做过？金光瑶吸进一口气，哑声道：可我独独从没想过要害你。蓝曦臣正然。蓝忘机沉默地望着朔月从金光瑶胸口拔出来的伤口位置，正是他兄长身上那字的位置。一剑穿破肺叶，不会立即致死。在场的人听见金光瑶用破风般的声音对蓝曦臣吼出的话语，才晓得有些事情没有别人介入的余地。而金光瑶决定自己的生死，又在最后一刻决定推开蓝曦臣，这一切也没有旁人插手的余地。魏无羡和蓝忘机在返回云深不知处的路上，蓝忘机对他提起领履之字的事情。魏无羡道：姑苏蓝家人于情爱之道上都走极端，极端执着，为一人而入红尘，人去我亦去，此身不留尘，先祖蓝安。极端护短，即使心爱的人与你有杀师之仇，仍是恨不了他，清衡君。极端独身，知道自己一旦陷溺就是沉沦，宁可终生不爱，蓝启人。极端长情，这份执着的名字叫蓝忘机。大哥对金光瑶虽有回护，却公正严明。黑衣青年盘腿稳稳坐在驴背上，用手指灵巧敲打着膝盖，思忖道：大哥那时说，若他当真有一心，我绝不姑息。这话我是信的，却也同时明白，他对金光瑶并没有你们家那种为情所困的执念。所以你放心吧，大哥不是爱他。既然如此，这份折磨总有一天就能过去。他对蓝忘机笑了笑，打趣道：也许他哪天碰到了心仪之人，就能慢慢走出兄弟背叛的伤心吧。蓝忘机无声叹息，他知道魏无羡是在开导他。蓝忘机道：但愿如此。他们抬头望向不远处，云深不知处坐落的山头，在橙金目光笼罩下，显得温暖却孤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